周振成先生，您的身份证。谢谢啊。周成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本来还说要帮您拿东西的，结果我差点把您身份证给弄丢了。先生，先生，等一下，我需要和你说句话。这么问可能有些唐突，请问你是叫周生辰吗？刚才在安检口听他们这么叫你。是，我是周生辰。是这样，我最近工作一直看见你这个名字，周生辰，是一个故事里的名字。是一部电影，我在给这个电影配音，所以听到周生辰我就追过来了。抱歉啊，越解释越糊涂，你可能不大理解。我是小南成王的故事啊。对，你知道啊？知道。你好，我叫11。你好。我马上要登机了，来不及多说。我方便留个微信吗？或者电话号码？我想和你交个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回到国内，还没来得及去办理国内的电话卡。这样啊，没事。如果你不介意通过邮件交流的话，我们可以留一个电子邮箱。没问题，我给你还是你给我？我给你，给我纸和笔。乘坐 CA1866的11女士，请您尽快前往登机口，飞机即将起飞。来，谢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乘坐 CA1866的11女士，请您尽快前往登机口，飞机即将起飞。我下周正好去西安，为了工作取材，有机会的话见一面。11。意外来客，惊不惊喜？我请你回国的，有什么意外来客？他们请你来交流，就给住这么小的地方？我住的地方很小吗？这是我申请的宿舍，步行到实验楼只需要5分钟，节省时间。虽然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但是你还是得维持一个副教授的标准。
我们的富有你看不到。哎，你别又给我说，精神富有大于一切啊！实验楼里的仪器啊，动辄千万。最近我们常用的试剂都是金价的几百倍。哟，既然这么有钱，那就给结婚的人包个大红包呗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要结婚了？是你弟弟，意外吗？不意外，万事皆有可能嘛。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妈给你安排的未婚妻，什么时候见？没时间。是没时间还是不敢见？是真的没时间。回家再说吧。随你。这今年就奇怪的很，这往年3年的这个雨，都让今年给下来了。上海倒是下雨少，也算是南雨北调了吧？哎，你上海来的？对啊。咋来西安出差？他们出差，我趁机回趟家。哎，那是古城墙。我告诉你们，西安有特别多特别有名的景点，等咱们采访完了，你们可以好好逛一下。哦，你这小伙就应该尽个地主之谊，带他们好好浪一下。对，您说的对。华军就是我们会有钱了。可惜啦。本来就不是为了见他的，是为了工作取材。我都安排好了，青龙寺、兵马俑、博物馆，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去一趟阿房宫遗址。好，我信了。油泼辣的，来点吧，美得很。您的泡馍，谢谢。刚才听采访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？世人大多眼孔浅显，只见皮相，未见骨相。这个妻子很特别，能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的本质。世人大多眼孔浅显，只见皮相，未见骨相。这句话说得不错。这么巧，我方便坐下吗？方便。朋友，他是周生辰。哦，这是我朋友洪小月，这是他同事小帅。哇，啊，你好。你们是来西安旅游吗？对，小月来采访，我们准备趁这次公差在这里玩几天。我给你发过邮件，提到过他。啊，抱歉啊，我最近没看邮箱，所以错过了你的邮件。没事。这是我名片。啊，刘帅。啊，对，大名刘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随身带名片的习惯。我叫周生辰，伯克利化学学院副教授。这段时间我就在西安的研究所做交流。哦，挺。哎，生辰，好名字。没事，你叫小帅就行。我是小玉同事。我父姓周生，单名辰。周生老师，哎，这姓还挺少见啊。哎，诗怡，你刚才说那句话是什么？我觉得挺不错的。能听懂吗你？哎呀，我能啊，这有什么听不懂的？但我跟你说，这种话一般来讲就属于那种要意会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可别意会了，去看《醒世恒言》，里边有句差不多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现在的人呐，只能看到别人外在的条件，
什么票子呀、车子呀、房子呀，还有样子，唯独看不到内在的品质。哦，明白了。十一从小逼着我读的，他从小喜欢看书，什么书都看。周生老师，等我下个月发了薪水，一定给您买部手机，充电充值都我负责。哎呀，我都跑了好几个地方了，要不是研究所的车在外头，我根本找不着你。诗怡。哦，你好。你们约好的？没有，碰上的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一会儿有个研讨会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这不出来吃个饭吗？那我先走了，过后有机会再联系。再见。周生老师，听说青龙寺最近樱花开的挺好的，我们都是西安人，难得来一次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这2天西安一直在下雨，如果过后不下了，你们刚好还在，咱们再约，好吗？好呀，那这么说好了，到时候21邮件你。再见。再见。Yes， 还不是要靠我？明明靠嫂子谋生，关键时候就跟个哑巴一样。我从小常梦到长安，喜欢看任何有关这里的故事，所以一直想来。你说过，睡吧，这雨不会停了。喂，你可是红了啊！多少人都点名要你配音。有个制片人找我，非要让你演女2号，说你的形象、气质都符合。我可说了啊，你可别想了，我们家11 800年前就拒绝过好几次试镜了，只想纯纯粹粹的配音，不露脸，连电视节目都不参加。哎，小鱼睡着呢，不方便打电话，我一会儿回给你。不用回了，时间表发你邮箱了，看完有问题微信我就可以。好。4点36分走出实验室时没有下雨，如果11点半还没有下雨，12点青龙寺见。小月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雨停了！什么？雨停了？11，我帮你选衣服，我早就想好，穿的连衣裙特别好看。对，你就卡特写。
看我。世一，中毒了，看你脸都红了，别告诉我是晒红的。早到了呀，周成老师。当然，我们更早。世一怕迟到，非要提前20分钟。我怕堵车。对。我平常跟朋友见面都会提前15分钟到，刚刚花了5分钟的时间，本来想去买门票来着，结果去了之后才知道现在已经免票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好。我们自己逛自己的。大家来过青龙寺没有啊？没有。好，来到青龙寺呢，就一定要知道它的历史。那青龙寺呢，是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。在1986年，青龙寺引进了1000余株的樱花树植于寺院，一共有12个名贵的品种。那说到看樱花呢，就一定要来到青龙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最齐全的樱花品种、最悠久的樱花种植历史、最珍贵的樱花文化，还有最值得大家欣赏的樱花风景。好，接下来大家跟着我往后走，我们往里面看一看啊。后面的朋友跟上来啊。没录好啊。杂音太多了。我们去那儿看看吧。看来你对西安很感兴趣。嗯。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，研究所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《西安城市笔记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把它送给你。这座城市，每一个地方都是故事。是啊，树代古都。你喜欢看书吗？喜欢，我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看书。喜欢看什么类型的？只要有意思的，我都喜欢看。哦。那，你去过那种很老式的藏书楼吗？有一层层木架，无数的书卷。藏书楼？对，江浙一带就有。我小时候跟我父母见过。我经常去的地方也有一层层的木架，只不过架子上都是一些瓶瓶罐罐、各种危险的仪器，都是一些不能乱碰的东西。听着挺有意思的。有意思啊！如果操作不当的话，轻则烧伤，重则爆炸。高危职业。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谁还愿意进实验室啊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，但要操作得当。我刚刚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一个东西落在实验室，就想着第二天早上6点过去拿。但那天早上6点，实验室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却发生了爆炸，半个实验室都炸没了。那天恰巧我晚起了5、6分钟，否则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还好啊。我所做的试剂的材料都还在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把它们转移到了隔壁的实验室，接着做耐受测试了。谢谢。